本姑娘的快乐你不懂，人嘛，总要拥有希望才会绝望。要是一下子玩完了，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他还没玩够呢，怎么能够让何少轩那个王八蛋就这么下线呢？刘若水一噎，行吧，是他天真了。刘二小姐找我有事儿，小女想请何大小姐帮个忙。三妹如今在曲阳侯府，小女想请何大小姐照拂一二。这可不行。为何？刘若水并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只是想要知道原因。在他看来，这对君妻来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是说君妻是曲阳侯府的小姐，又有能力就得帮她。只是这犹豫都不带犹豫的，怎么说呢？就挺让人尴尬的。你好歹装装样子，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不是？你三妹那是什么人啊？白眼狼啊！本姑娘要是帮了她，说不定她还以为本姑娘是在彰显自己的高尚，或是看她笑话呢。她要是反过来跟对付你们似的给我来个恩将仇报，那我是弄死她呢，我还是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了她呢。弄死吧，这刘家对她肯定是有隔阂；不弄死吧，她非得膈应死。本姑娘可不想受累，还惹一身骚。刘若水一噎，她虽然是无言以对，但总感觉更加的尴尬了。那什么，六二小姐，你别嫌我说话直哈，我觉得吧，你那个三妹早晚得出事儿，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的好。何大小姐何出此言？她妹妹都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了，还能糟糕到哪儿去啊？曲阳侯府那可是个豺狼窝，何少轩如今的下场虽然是他咎由自取，可是却因为你妹妹而起。你以为曲阳侯为什么会留下你妹妹？还不是想看看她身上有没有什么价值？曲阳侯重利，一旦发现你妹妹啥用都没有，他能放过你妹妹？还有他那个婆娘，那老女人最好面子，你妹妹把她最引以为傲的儿子毁了，他可不会轻饶了你妹妹。最重要的还不是他们俩，别忘了何少轩那个阴险的小人从始至终只是利用你妹妹，现在你妹妹什么作用都没有了，他八成会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你妹妹身上。你也知道那王八蛋的阴险程度，你以为你妹妹落他手里头能有什么好下场？不是君妻危言耸听，何少轩没了功名会恨谁啊？那首当其冲便是刘央，其次就是刘若云。不能拿刘央怎么样，刘若云这个刘央的女儿可不就成为了他发泄的对象吗？这可如何是好啊？听了君妻的话，刘若水焦虑不安的睁着茫然无措的眼睛看着君妻。10多年的亲姐妹，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你看我也没用啊，你妹妹这样的我也没办法。刘若云敏感多疑，又不识好人心，她就是有办法也不会去冲这个好人的。刘若水忧心忡忡的回了府，然后就找到刘夫人，把君妻的猜测跟她一说。这下子刘夫人也吃不下睡不着了。亲女儿啊，哪怕再不争气，那也是希望她能够平安的。刘夫人跟刘央提了一嘴，就被刘央给严厉的警告了。君妻的猜测，刘央这个混迹官场、整日尔虞我诈的老油条，怎么可能会没有想到呢？只不过他们如果出尔反尔，把女儿赶出去，又在背地里面帮助她，曲阳侯府的人势必又会从女儿的身上下手。他不能为了一个女儿而让刘家都跟着冒险。如同君妻所料，刘若云等来了出狱的何少轩，也等来了他如地狱一般的生活。如果说宋茜如只是琢磨他，那么何少轩便是让他生不如死，走不了仕途。于何少轩来说，那便等同于是一无所有，这他还不疯啊？何少轩跟何少杰不一样，何少杰被废了之后，整日里花天酒地，颓废度日，除了报复害他的大哥大嫂之外，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何少轩则是疯狂的报复，他整日里琢磨着该怎么让刘央一家身败名裂，不得好死。而作为出气筒，整日被他疯狂打骂虐待的刘若云，又再次让他有了主意。有的时候，这何少轩跟君妻真的是很像，都是小肚鸡肠又坏主意信手拈来的人。刘若水进门就看到刘夫人捏着信在屋子里面心神不宁的走来走去。怎么了娘？有人送来一封信跟这个盒子。娘，女儿看这件事还是先问问爹吧。可是你爹若是知晓，肯定会拦着娘的。因为了解，所以刘夫人并不想告诉刘央。娘，爹比我们更冷静，他爹又不会害他们，相反，他三妹可就不一定了。虽然刘若水心疼妹妹，但经过这么多的事儿，他也不再相信刘若云。娘知道，你让娘再想想。刘夫人心里很明白，可她是一个母亲，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往往是感性比理性要高得多的。刘二小姐，你找我啥事儿？求何大小姐施以援手。这是咋了？你先说咋回事儿。昨日家母收到一封信和一些断纸，信上言明三妹在一伙匪徒的手上，让母亲带着赎金去赎人，否则就这样。君妻见刘若水难以启齿的样子，就明白了，一个女孩子落到那样的人手里，还能遭遇什么让刘夫人不顾安危，让她说不出口的事儿呢？母亲现在人不在府中，我怀疑她独自带人去交赎金了。可我到约定的地点寻人，那里空无一人。
你先别急，我去找找何少轩。刘若云一直在曲阳侯府，连府门都出不去，怎么会落到匪徒的手里呢？君妻怀疑这又是何少轩的阴谋。君妻来到了何少轩的院子里，他还真不在。没关系嘛，他不在，他老娘还在呢。君妻潜入了宋茜如的屋子里，一掌就打晕了他，然后就拿刀划破了他的手掌，掏出铜钱，把他的血给滴了上去。阴阳寻踪术可以通过父母子女这种最亲的血脉关系，很快就找到那个人的位置。一处偏僻的庭院外，刘若水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自家母亲和三妹的哭喊声，急得想要推门进去。君妻拦住他，然后就提着他的衣服，拽着他翻过了院墙，把他给带到了房顶上。刘若水见到不远处院子里的情形，急得自己在哪儿都顾不得了。刘夫人，没想到你有今日，要怨就怨刘央做事太狠了。既然他不给别人留活路，那就怨不得别人拿他夫人做文章了。你放了我娘，只要你放了我娘，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何少轩轻蔑地低头瞥了他一眼，然后一脚就把他给踢开了。他们母女就赏给你们了。谢何三公子。刘若水眼看着母亲跟妹妹受辱，哪儿还忍得住？你去顶什么用？多个人受辱啊！我先去拖住他们。何大小姐，你赶紧去找人。一来一回的多麻烦啊！看本姑娘的。君妻扒下了手边的一片瓦，抬手就朝着何少轩扔了过去。何少轩听到动静转头，含着内力的瓦片迎面就糊在了他的脸上。何少轩连叫都没叫一声就被打晕了，其余的人也松开了刘夫人母女，慌乱地寻找着袭击者。你们这些不干人事的臭狗屎，丧尽天良！今儿姑奶奶就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把你们通通打回原形！说着，他弯腰又开始扒拉瓦片，一片片的瓦片飞射而出，哀嚎声由高变低，直至消失。君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然后就提溜起趴在旁边的刘若水，飞身落到了院子里。而且，若云，刘夫人紧走几步来到他的身旁，虽然不知说了些什么，但是他面上的担忧却是让刘若云破了防。刘若云扑到刘夫人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嚎啕大哭。经此一难，他才知道谁才是那个真正爱他的人。可是他也明白，很多事都晚了。哎呀，咱是不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呀？你们要怎么母女情深的他管不着，但他不想看呢。还有啊，刘夫人，你下次做事能不能稍微有点理智啊？你瞅瞅这些人，明明知道是个陷阱，你还要带人家过来入套，咋的？你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受害太孤单，想拉几个作伴啊？刘夫人啊，不是我说你，你疼女儿，别人也没资格说什么，但你就不能用点脑子？得亏今日本姑娘来得及时，不然，哼！君妻给了他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君妻叨叨叨的把刘夫人说的是面红耳赤。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刚刚这家伙还催促着离开呢，训起母亲来他倒是不着急了。得，我不说了，快走快走。怎么了，若云？娘，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刘夫人注意到他神情不对，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你就让他出气吧，憋出病来还得买药，多不划算啊！不是，这是买药的事吗？最终刘夫人还是被君妻给拉到了院子的外面，紧接着院子里就响起了何少轩的惨叫，那个动听的劲儿啊，就甭提了。君妻在心里面想着，这待会儿回去啊，一定得多吃2碗饭去庆祝一下。君妻再次看到双手被砍的何少轩时，简直是惊呆了，这小姑娘可真够狠的。收拾完了何少轩，君妻又开始找乐子。按他的话说呢，就是得劳逸结合，先让曲阳侯府的那些人哭会儿，等他们缓过来再去收拾他们。招财听了他的谬论，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才好。催吧，他跟你胡搅蛮缠；不催吧，他又指不定往哪儿飘呢。哎呀，摊上这么一个搭档，他的压生真的是好艰难呢。刘夫人，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别看从小吃苦受罪的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特别善良，面前过一只蚊子我都要问问他吃饱了没。你别误会啊，这跟宋家的家教没什么关系，也跟遗传屁毛线关系也没有。所以你们刘家可别误会了宋家和曲阳侯府有啥好的，完全是本姑娘自己争气会长，这就叫傣竹出好笋，并备玉珍珠。想当初宋家人为什么整日的不是虐待本姑娘，就是无数被虐待啊，还不是他们觉得我跟他们那种自私自利的人不一样啊。君妻说的特别的欢，刘夫人嘴角抽搐的听着他自吹自擂的同时，还踩了宋家跟曲阳侯府一脚。哎呀，这姑娘除了规矩没学好，人粗鲁了一些，说话也不着调了一些，脾气暴躁了些，其他的都还好。君妻中午刚赴了刘夫人的约，傍晚的时候潘家又组局喝2杯。咋啦？怎么想起晚上请客了？难道你有什么喜事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分享？我要成亲了算不算大喜事？真的假的？
这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这看着也不像是要成亲的，倒好像是要去跟人干架的。我爹要把我许配给那个小妾娘家侄子，你说真的假的？靠，你爹没被那小妾下药吧？还是那小妾的侄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潘家他爹的官职在京城来说呢就不算高，能够给他做妾的，那想必出身也不怎么样啊。潘家他爹这是被迷成啥样了？居然把唯一的嫡女嫁给一个小妾的侄子。过人之处就是在赌场做打手的管事，你娘没拦着？君妻心想，这娘就算再软弱，也不可能同意这么离谱的要求吧。不过显然呢，他还是不太了解潘母的为人。他说将来潘家都是潘耀祖的，嫁给他表哥也算是亲上加亲，将来我也有娘家照应。也就是说呢，他不仅没拦着，还劝潘家应了这门离谱的婚事。可怜的娃，你爹娘肯定不是亲生的。君妻目露同情之色，难道这年头极品都配对啊？曲阳侯夫妇就已经够极品了，潘家的亲爹娘那也是不遑多让，这娃跟原主一样，都怪可怜的呀。来，不说这些扫兴的，咱们干，今儿咱们不醉不归。说怎么不说呀？正好趁大家都在，都出出主意，大家集思广益，看怎么帮你一把。要不找人揍那个小妾的侄子一顿？不妥，现在的问题是潘家爹娘的态度。你就算是把那人打残了，有那个小妾在，他爹照样能把她嫁过去。那就把小妾给打一顿，打他一顿，再让他去告状，然后佳佳再被他爹收拾一顿。你们放心，我潘家岂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佳佳，你可不要胡来。其实吧，这件事也不是那么难解决，只要再找个厉害的女人跟他分庭抗礼就行了。原先我爹除了他还有2个姨娘，一个难产大出血死了，一个偷情被我爹逮个正着，结果一条绳子勒死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还不是那小妾的算计。可是死了2个人却是一点证据都没有，可见那个小妾也是一个厉害的。哎呀，所以说你笨嘛，你想办法给你爹纳个10个8个的小妾，然后给他们用药，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怀上孩子。一个小妾死了还说得过去，10个8个的总不能都出事吧？就算那小妾能忍得住，你也可以联合其他人一起给那小妾设套嘛。他是妾，那些人也是妾啊！你以为那些人会服他管啊？到时候你们就合起伙来，先把他给弄死再说。后患都绝了，还有什么亲事啊？众人听到他的主意，有一些目瞪口呆。这主意似乎还不错呀，就是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多人啊？再说了，佳佳又怎么能够让他爹收下这么多小妾啊？你们是摆设吗？你们一家出个1个2个的，让你们叔伯、大哥、亲爹，总之随便什么人找个由头送过去。潘家他爹会拒绝？不光不会拒绝，还得是高高兴兴的收下，毕竟是同僚送的嘛，这喜欢不喜欢的也是人家的心意。实在不行就到青楼楚馆买几个，潘家你自己买的人带进府中没人能拦着，到时候来几个爬床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儿吗？那地方的女人如果知道可以脱离苦海，还给官老爷做妾，那肯定抢着干嘛。众人好像这办法确实可行哈，可是这孩子也不能说怀上就怀上嘛。这不还有我呢吗？姐妹有难八方支援，你们放心啊，我去找太医问个方子。我还就不信了，咱们这么多人齐心协力的，还对付不了一个老女人。周清寒都无语了，总感觉这家伙有一些兴奋呢。来，我告诉你们啊，君妻把脑袋往中间探，众人也跟着他的动作凑到了一起。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整得还挺郑重的。第二天，君妻打着太医的名号，把自己写的药方交给了潘家那些小姐妹们。今儿个一瞧，比昨天还多了几个人呢。大家拿着这个药方，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各自回府去各显神通了。看到那个球没有？事情办得漂亮点啊！王妃，你就瞧好了。娘的，都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叫她王妃。这些个人怎么就跟聋了似的？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被他们这么一叫都老了。俩侍卫快步走过去，装作看不见似的，迎头就撞上了潘耀祖。瓷器碎裂的声音响起的同时，潘耀祖也是被撞了一个跟头，爬都爬不起来。小厮赶忙上前把他给扶起来，潘耀祖站好就开骂，甚至还让小厮打他们。俩侍卫掏出了莫王府的令牌，直言潘耀祖打碎了莫王府的御赐之物，实际上也就是在莫王府顺手拿的一个普通的花瓶。潘耀祖哪看得出来是莫王府的令牌呀？他依然是不依不饶的叫骂，然后这事儿就越闹越大了，最后惊动了官府。潘府又气又惊，差点都撅过去了。他押着潘耀祖到莫王府赔罪，玉墨之当然不会见他了。最后管家出面要潘
潘父赔偿了巨额钱财之后，又教育了他们几句，就放他们离开了。被坑了一笔银子的潘父得到了原谅，还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庆幸了一把。他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谁知道他越传越广，最后竟然就变成了他对莫王不满。这几日啊，潘父着急上火的嘴都起了泡了。这话如果传到莫王跟皇上的耳朵里，那还得了？公布周尚书的驾临，无疑是给他送来了一阵凉爽的风，让他的火都降下去了很多。潘大人，今日本官是为了大人的家事而来，希望潘大人勿怪。不敢。潘大人可能不知晓，小女清寒和令爱是闺中密友，令爱很是忧心潘大人，特意拜托本官给潘大人说和。本官念他一片孝心，已经跟莫王爷解释过此事了。下官惶恐，给大人添麻烦了。没什么，都是小事情。倒是潘大人有如此孝顺的女儿，让本官很是羡慕呀。是，芷儿从小就懂事。什么芷儿？难道是潘小姐的乳名？大人不是说下官的二女儿潘芷吗？本官说的是大小姐潘家。潘大人家不就这一个嫡女吗？为何会想到一个庶女？潘父不知所措的同时，又有一些惊讶。在他的眼里，那个大女儿不如二女儿会讨他的欢心，就知道惹他生气。他怎么都想不到，那个女儿居然会为自己奔波呀。潘大人，有些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大人请讲。潘大人是官员，当知咱们做官的最忌讳的是什么？潘大人宠爱妾室，潘家有妾室当家的传闻，满朝皆知，您还是要顾忌些的好。大人误会了，是内子体虚，下官体谅他，才让妾室暂时管着府内的事务。得了，潘大人，咱们都是明白人，这种闲言就别说了，说句不中听的，潘大人这借口就是鲁莽武夫都不会信。实话实说，若不是见潘大小姐一片孝心，本官也不想掺和你家的事。要是被同僚知道本官为一个被宠得无法无天的妾的儿子说话，本官脸上也无光呀。是，下官多谢周大人提点，下官一定改正。潘父这话还真不是敷衍，他一直以为自己拿夫人体弱为借口，让白姨娘管家做的并没有什么让人诟病的。听了周尚书的话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是在掩耳盗铃，感情大家都知道，就是没人说罢了。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脸臊的不行。潘小姐其实也跟本官提过潘大人的苦衷。周尚书又给潘家卖好，那可是他闺女的恩人，这点小忙还是要帮的。再说了，还有那个连皇上都敢下脸子的准莫王妃盯着呢，他怎么着也得卖卖力气不是？潘小姐说潘大人膝下就这一个庶子，自然要小心这些。也难为潘大人了。被理解的潘父顿时对那个从小不待见的女儿就升起了些许的愧疚。潘大人今年贵庚了？回周大人，下官今年40有2，潘大人才刚过40，为何不再要几个子嗣？以前也有2个妾室，可都没留住，现下年岁渐长，也就歇了这些心思。潘大人还是要多留条路的好，要不然本官给潘大人寻2个好生养的试试。子嗣这种事还是要趁早的好。如此就多谢周大人了。周尚书送人，那即便不能生，也能够证明他跟周尚书的关系亲厚不是？周尚书达到了目的，起身告辞。2天之后，周尚书就送来了2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一下子就把白姨娘那个半老虚娘给比了下去。然后潘家呢就迎来了送人大潮，大家的意思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看周尚书都送人了，他们呢也想效仿一下，打打关系。有10多个美女，白姨娘这下子连潘父的衣服边都摸不着了。不仅如此，被这些个女人迷得5迷3道的潘父还命令他把管家权给交出来。白姨娘装病，意图唤起潘父的感情，结果就是被10多个女人都给吹了枕边风。既然你都病了，那就更加的不能操劳了。所以这管家权理所当然的
的就被夺了。还有啊，为了防止你把病气过给老爷，你还是住得远点吧。继被夺权之后，他又被赶到了偏僻的院子里。白姨娘几乎是一夕之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没疯都是她心理素质够强大。都是你捣的鬼！老爷您就放心走吧，这个家耀祖会给你守好的。潘父虚弱地躺在床上，看着他是目眦欲裂。可是无论他有多么的悔，多么的恨，也改变不了如今的境地。就在潘父要绝望的时候，突然有大批的官兵闯了进来。他们不仅当场拿住了白姨娘和为虎作伥的府医，还请了大夫给潘父等人医治。潘大人，还是谢谢潘大小姐吧。要不是潘大小姐察觉到不对啊，拖着病弱的身躯去衙门报案，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潘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潘父一听，乃是潘家救了自己这一大家子的命，对于那个女儿就更加的愧疚和感激了。可潘父不知道的是，这个家里头除了他自个儿是真的中了毒，其他的人那都是装的。潘家跟小妾们都知道白姨娘不会就此消停，所以早早的就派人盯着他呢。他跟他侄子的密谋，他们都一清二楚。只不过潘家觉得君妻说的很对，只有真正的痛苦绝望过，潘父才能够痛恨白姨娘，才能够毫不留情的把白姨娘给舍弃，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自己在渣爹这里的地位。白姨娘跟她的同伙都被抓进了大牢。风雨过去，潘家邀请鼎力相助的小姐妹们到家里面吃酒。佳佳呀，你妹妹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无聊，你就让她跟你们凑个热闹吧。她跟我朋友不熟，母亲还是带着她回去吧。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事啊？侄儿的生母遭了难，你作为姐姐就不能大度一点，照拂她一二吗？姐姐，以前是妹妹不懂事，妹妹知道错了，姐姐就原谅妹妹吧。现在父亲厌恶我，不肯管我，我也只有母亲和你了。幸亏母亲大度，不计较我以前的小孩子脾气，不然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说什么傻话呢？你生母的错怎么能怪罪到你一个小孩子的身上？你放心吧，有母亲和你姐姐在，不会让人欺负了你去的。谢谢母亲，母亲你真好。众人这心里是一阵的犯恶心，你俩是存心过来搞破坏的吧？佳佳，你也看到了，你妹妹已经知道错了，依母亲看你也心胸宽广些，别再揪着以前的那些事儿不放了。这话说的就好像潘家小肚鸡肠一样，众人看潘母的目光就更加的诡异了。这哪是亲娘啊，专往闺女的身上捅刀子，比仇人还不如呢。母亲，您是想我跟父亲说道吗？您也知道如今这潘家女儿在父亲心里的地位，您要是还不走，女儿真不保证去跟父亲讲点什么。您也不想您刚得到的好日子就这么没了吧？你这是威胁母亲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狠毒的女儿？母亲若是觉得女儿狠毒，女儿也可以跟母亲断了这母女情分。一个母亲居然用狠毒来形容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从来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如此的不待见她。你怎么还不走？我问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娘是哪里人？你有没有见过你外祖家的人？你为什么问这个？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听爹娘说，娘是爹的远房表妹，当初发大水，娘无路可去，这才来投奔了爹。爹那时候还没有功名，祖母就做主把娘许给了爹。这么说，你娘家那边已经没人了？好像是。你干嘛打听我娘啊？难道我娘有什么问题？你娘问题大了。原以为你跟本姑娘一样，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哼，谁知道可怜的只有本姑娘一个呢。君妻觉得这次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夜黑风高，一道人影迅速地越过潘母的院子，来到了潘家的住处。人影行动很快，他进了屋子片刻，就扛着昏迷的潘家出来了。人影在夜色之中来回的穿梭，他们身后一个同样功夫高强的人是紧追不舍。君妻，你能不能慢着点啊？被君妻扛着的潘家差点没吐出来。大姐，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肩膀上扛的是个人，不是一个空麻袋？咱稍微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成不成啊？马上就好了，你再忍会儿。你确定我娘跟着咱们呢？潘家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无聊了就想折腾他。他娘从懦弱妇女变成了武林高手，这怎么想怎么玄幻好吗？这如果是真的，那他娘也这也太能装了吧。待会你就知道了。君妻跟潘家打着哈哈，一边快速的往前奔。待到郊外的一处空地上，君妻停下了脚步，然后就把潘家从肩膀上给扔了下去。潘家冷不丁的被摔了一个狗啃泥，气得都想挠君妻两把。佳佳，潘母挡在趴在地上的潘家面前，佳佳快走！潘家从地上爬起来，跟个木头桩子一样杵在原地，张大嘴巴一脸懵的看着这个灵力非常的女人。不是，这是自个儿那个懦弱无能的亲娘，莫不是被人给换了吧？
这下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你说你们母女俩有什么话不能说开了呀？非得折腾的别人人仰马翻的才痛快了，是不是？君妻没好气的白了他们好几眼。奶奶的，这几百年发一次善心，还帮错了忙，这能不恼火吗？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佳佳呀，娘都是为了你好啊！我不要听这些没用的推脱之词，我要听真相。其实娘乃是奉天一族的人。听到奉天一族，君妻立刻就来了兴趣。奉天一族虽然是偏居一隅，却令世人忌惮。潘母缓缓地讲述着自己的来历。都说这奉天一族神秘且强大，是被神明眷顾的族群，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可以说，奉天一族的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只不过没有人知道，奉天一族其实是被诅咒的族群。他们每个人都活不过40岁，甚至有的才10来岁，生命还没有绽放呢，就已经结束了。这确实是惨了点儿。你能耐再大，死了也带不走，有什么用啊？潘母和潘家都噎住了。不是你丫能不能闭嘴啊？10多年前，族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得到了一个破解之法，说是抛开族里孕妇的肚子，用未出生的孩子献祭上苍，便能够破解诅咒。你靠不靠谱啊？本姑娘活这么久，第一次听说上苍还吃人的。你们确定不是在奏杀孽，让上苍降下几道雷下来，把你们打进18层地狱？好嘛，居然搞什么生祭，还是活人祭！你要杀头牛宰头羊的，那还说得过去，这可是杀人啊，杀的还是母子。你要真祭祀几个血淋淋刚成型的婴儿给老天爷，那老天爷还不得气死？据潘母讲述，她那个时候正巧就刚刚怀上了身孕，于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被奉天一族给选为了祭品。只不过潘母哪能甘心跟孩子就这样的等待死亡呢？于是她趁人不备就逃出来了。那年南方水患严重，潘母乔装成了难民，一路跟随。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只能是跟着人漫无目的的往前走。后来有一次逃荒队伍里有一个跟她一般大的姑娘被人给欺负，她顺手帮了一把，她跟那姑娘就熟识了。那姑娘见她也是孤单一人，于是就邀请她跟她一块投奔在京城的亲戚。只不过那姑娘在逃荒的路上感染了风寒，没挺过去，就这么去了。于是就拿着那个姑娘的信物，打算到京城找潘家试一试。好在潘父一家久居京城，并没有见过那位姑娘，这才让潘母蒙混过去。你这是让潘大人当了接盘侠呀！这潘大人也是够可怜的，就这一个嫡女，还不是他的种。哎呦，实惨啊！面对他，潘母是真的有些崩溃了。这些年他特意伪装懦弱，躲在潘家，让白姨娘抛头露面，就是为了躲避奉天一族，对女儿不闻不问，也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女儿不受宠，减少女儿受关注的程度。他得到消息说奉天一族出现在了京城，这也是他同意白姨娘提议那门亲事的原因。潘母是打算把潘家给送走，然后把潘芷记在自己的名下，李代桃僵，希望奉天一族的人能够把潘芷当成他的女儿。当然了，白姨娘的那个侄子，他也已经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潘夫人，你挺阴损啊！居然拿人家的女儿替他的女儿来挡灾。潘芷其实并不无辜的，她曾经打死了2个比她漂亮的丫鬟，家里曾经那个怀了孕的姨娘的死，她也都参与了。明白了，他祸害别人，你祸害他嘛？你们俩半斤八两，挺合拍的。得亏你们俩不是母女，不然呢？呵呵，按说潘家都10多岁了，奉天一族要的是未出生的婴孩，就算找到你们也没用了，他们可能也不会浪费时间找你。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草木皆兵的？贺大小姐，你不知道我们族规有多么的严厉，凡背叛者，倾全族之力绞杀呀！奉天一族从来不缺能人，我能够隐藏这么多年，真的是侥幸了。怎么听着你们这跟个邪教似的呀？说了这么多，奉天一族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说说呗。有人懂占卜，有人通阴阳，有人武艺高强，还有人会迷魂之术。总之这奉天一族天生就各有所长，异于常人。那你是什么能力啊？该不会是隐藏吧？何大小姐如何得知啊？你的容貌、神态，甚至是说话的语气，都跟传言大相径庭。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要不是你眼里一闪而逝的隐忍，我都被你骗过去了。还有啊，你也说了，你们奉天一族能人那么多，你要不会藏，早被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再会伪装，不经意间的眼神却骗不了人。话说，现在这模样也不是你的真面目吧？君妻总觉得这女人的身高体长有一些违和，一个人的身材是有比例的，这女人的手好像和身材不太搭。何大小姐果然是慧眼如炬。说着，潘母运气，慢慢的她的身体就开始往上生长，
一直长到了比原来多了10多公分才停了下来，而她的脸型也发生了变化，脸颊上的肉也少。潘家看着眼前漂亮的女子，嘴巴张的都能放下一颗鸭蛋了，这确定是他娘？你这能力是天生就有的吗？一个人可以短暂的改变身长体型，这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能够把自个儿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陌生人10多年，这就很不寻常了呀。我出生时身体发育就异于常人，所以后来就被专门教授了模仿各色人的神态表情等等的技能啊。这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后天的培养，才算是一个出色的奉天族人。只不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却抵不过天命，所以奉天一族对于延寿几近疯魔。你们这个不像得天恩赐，倒像是某种诅咒。话说回来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绝技传给你女儿啊？这样有危险她也能自保不是？佳佳不行，她并没有遗传到我的能力。那她有什么能力？还是说她遗传了她亲爹的能力？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什么能力都没有。我也是奇怪，他并没有传承我们奉天一族的特殊体质。潘母还多此一举地补充了一句呢，君妻多精啊。他立刻就看出了潘母是在撒谎，不过呢，他也没有再追问。潘母的话，君妻只信了一半。她可不是什么天真的小姑娘，这女人太会装了，她还能指望这女人跟她这个只见过2次的外人说实话呀？君妻和2母女分道扬镳，翻墙回了自己的院子，摸黑进了屋，一道黑影把她给吓了一跳。我靠！大半夜的你梦游啊！君妻心说呀，这得亏是他胆儿大，不然能让这游魂给吓死。比不得你半夜不知到哪儿鬼混。低沉的声音都带着一些无语，这丫头好像总是3更半夜的出去溜达，难道这晚上的空气比较新鲜吗？说吧，半夜3更的找本姑娘有何贵干啊？请客，明天请早，借钱免谈，有事相求，看价钱，急件要加价。这大半夜的肯定是有紧急的事儿，机会难得，他得趁火打劫。呸，那什么，他得那个啊，这正常交易啊，对，正常交易。过几日母妃忌日，你随本王去给母妃上炷香吧。你母妃不是在皇陵安葬吗？难不成要跑那么远去上坟啊？不用那么麻烦，驸马府有母妃的牌位，母妃忌日那日好好操办一下就可以。可咱们还没成亲吧？我这身份去是不是不太合适？玉墨之看着他叽里咕噜直乱转的眼珠子，心中莫名，你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些了？不答应也不拒绝，这是等着他提好处吗？本王库房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我是在乎那点东西的人吗？不过咱们老熟人了，你都开口了，我也不能驳了你的面子让你下不来台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3更半夜的就是为这事儿？君妻后知后觉地感觉出了不对，打声招呼的事儿用不着这么晚的亲自过来跑一趟告诉他吧。顺便来看看你在干什么。这丫头好像有几日没有去莫王府了，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本来想着白日里她很可能不在，谁知道她这晚上的生活也这么的丰富啊。你有这么无聊？无聊到居然后半夜了来找他说这事儿。话说这家伙平日里连个表情都没有，今儿怎么感觉有些怪呀？搞不好是因为亲娘的忌日到了，受了刺激了。安定公主忌日这一日，玉墨之坐着马车亲自到曲阳侯府接君妻。等君妻收拾好了出来的时候，曲阳侯府的人都恭敬的在马车旁边跪着呢。哎呀，曲阳侯，你这是捡钱呢还是要饭呢？本姑娘知道曲阳侯府没落了，可你也不能这么跌份吧？哎呀，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本姑娘就接济你一下吧。君妻掏出了一枚铜钱，丢到曲阳侯面前的地上。铜钱与地面撞击的声音，让曲阳侯趴在地上的手缓缓地握成了拳头。曲阳侯啊，你以后还是应该顾及着身份一些，毕竟你现在挂着本姑娘父亲的名头，本姑娘跟你可丢不起这人。看着曲阳侯微微晃动的身体，君妻心说，你这么能屈能伸的，你娘知道吗？曲阳侯一口血喷出来，直接就昏过去了。皇上，臣女背头伤心太过，头眩晕的厉害，可能要休息一下。元正帝都不想说话了，哼，你丫是在开玩笑吧？倒是玉墨之觉得君妻能够坚持到现在才闹出了幺蛾子，他都已经觉得意外了。来人，带王妃下去休息。不用我坚持，自己也能走出去。耽搁了几点时间，我万分愧疚。如此，我就先离开了啊。众人看着那道消失的残影，内心也是一阵的无语。玉夫人好啊。姑娘是上次灯会他见过君妻，但却并不知道君妻的身份。何君妻，何大小姐里面请。何大小姐为何没在前院？太累人，我躲个懒。
我以为过来上个香磕个头就完事儿了，谁知道这么麻烦，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都已经待了小半天了，可不能半途而废，不然的话这东西就没了。何大小姐真是个妙人，我自己也这么觉得。玉夫人，我跟你说啊，本姑娘这个人呢，除了投胎的时候犯了点小错误，那真是挺完美了。就因为太完美了，所以才被皇上只给了你那个人面兽心、杀人如麻的继子。哎呦，可叹本姑娘红颜薄命，就要英年早婚不说，还要面对那么个冷血又可怕的男人。玉夫人，你说说，这还有没有天理了？这皇上也是的，他大外甥娶不到媳妇儿，他就霍霍本姑娘这个小仙女，那天下是他的，他也不能这么霸道，不是？君妾愣是把他跟玉墨之的交易说成是渊正帝强加给他的，他吹嘘自己的同时，再一次败坏了一下渊正帝的名声。玉夫人被他逗得不住的掩嘴轻笑，她实在是没有想到玉墨之心中主义的妻子居然如此的不同。上次灯会，玉夫人就已经看出了玉墨之跟这个丫头之间的不同寻常。再说了，以玉墨之的身份地位和能力，若不是他自己看上了君妻，皇上也不可能给他赐这么一个跳脱又名声有瑕疵的王妃啊。墨之哥哥，我看到何大小姐在我姑母那里，我还听到何大小姐说你冷血无情，杀人如麻，她是被皇上逼迫才做了准墨王妃的呢。墨之哥哥，你别听我胡说。带路。墨之哥哥，你千万别误会。玉夫人，你跟玉驸马在一起的时候怕不怕？要知道那可是当朝驸马呀，皇上他亲姐夫，你勾引他姐夫，皇上能乐意？还有，莫大王爷当时有没有跟你闹腾啊？安定公主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吧？看他现在就知道，他小时候肯定特别凶残。你没少受他欺负吧？哎呀，后母难为啊，尤其是他的后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当年是怎么有勇气做这种壮举的？听了他八卦的玉墨之，哼，他只是没有人情味儿，不是什么杀人狂魔。墨之哥哥，靠，你居然偷听啊！你怎么这么没品啊？你们傻站着那是打算用眼神较量啊？君午膳。君妻没有料到他是过来叫自己吃饭的。到午膳的点了呀，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吃吧。不过前面都吃饭了，这里怎么没人来问一声啊？该不会为了讨好皇上，你们要虐待玉夫人吧？玉夫人一阵的无语，她看起来像是被虐待的呀。玉成一噎，貌似这个准儿媳真的是有一些大胆呢。玉墨之不搭理她的神经质，他吩咐了一声摆饭，然后就坐了下来。空气又是一阵诡异的安静。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不知道说什么呀？要不要本姑娘起个头？何小姐，您就别让莫王爷为难了。我怎么让他为难了？相反，是他在努力的调节气氛，好不好？您明知道姑母跟墨之哥哥的关系，他们什么关系啊？继母与继子，咋的？这关系是见不得人呢，还是他们有什么仇啊？在君妻看来，若是玉墨之真的恨玉夫人，他也活不到今天的。所以玉墨之对于玉夫人应该是没什么怨恨的感觉，至少是跟恨沾不上边的。娇俏女孩被君妻给噎住了，他能说什么呀？难不成他要说他姑母是后娘？玉墨之肯定很讨厌他姑母吗？他当即就把委屈的目光投向了玉墨之，可玉墨之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他又看向了玉夫人，玉夫人也装作没看见，还是来上菜的丫鬟稍稍的缓解了他的难堪。清水煮萝卜，降火啊，凉拌黄瓜，行吧。解毒，清水大白菜，不仅补充维生素啊，还可以通便。君妻泄气的往椅子里面窝了窝，眼神幽怨的问了玉墨之一句：“我能不能现在跟你划清界限呀？”完了。玉墨之回了一句之后，拉着他的手，把他从椅子里面给拽下来。去洗手。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本来以为跟了个王爷，以后怎么也该吃香的喝辣的吧，没想到是我天真了。小白菜地里黄啊！看着他一脸哀怨的神情，洗完了手站在一旁等着玉墨之入座的玉夫人忍不住的又笑。玉墨之就这么拿着个帕子站在他的旁边，静静的看他演。等到君妻洗完了，他的帕子也递了过去，君妻自然的接过了帕子，他擦完了手，玉墨之也正好洗完了，他手里的帕子又给丢回去。玉墨之是一点都没嫌弃的，就用他用过的帕子把自己手上的水给擦干净了。玉成和玉夫人都惊讶的看着他们，这自然又随性的动作，仿佛他们就是老夫老妻一般，让人心生羡慕的同时，又不禁惊叹于玉墨之那甘之如饴的宠溺。墨之哥哥，花儿能坐在你旁边吗？不能。还有，
再听到你直呼本王名讳，直接拖出去杖毙。梁欢被他这毫无温度的声音给吓得哆嗦了一下，再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君七现在可没有心情搭理别人，他夹了一根萝卜丝放到了嘴里，咀嚼2下，然后就苦大仇深的咽了下去。没油不说，您多少放点盐呢？你说这没滋没味的怎么吃啊？玉墨之见他这般模样，知道他真的是吃不下去啊，他叫命人取来了香油，又命厨子调了调料，放到了君七的面前，让他蘸着调料吃。蘸着调料，君七总算没有那么的难以下咽了。吃的解决了，君七的那张嘴啊就开始胡诌了。玉夫人，您是怎么吃下这么难吃的菜的呀？是不是情敌忌日，你心情好，胃口大开，想多吃2碗饭？玉夫人被呛到了，操，反应这么大，我说对了吧？玉夫人呢？不是我说你，人家亲儿子在呢，你怎么也该装装样子不是？你看我明明很饿，却要装吃不下的样子，这样才能显出我悲伤的心情嘛。众人简直无语，大家都看得出来的谎言，你就不要再说了吧。玉成给玉墨之使了一个眼色，让他管管他媳妇儿那张口无遮拦的嘴。玉墨之就当作看不见，继续吃饭。他还时不时的往君妻的盘子里面夹些菜。玉成没办法，只能自己上了。何大小姐，吃菜。正常人听到这句话都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思，可是无奈君妻她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呀。都说了我难过的吃不下了，你还偏让我吃，你是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今日是你原配的忌日，你高兴，可你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吧？哼，得，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准儿媳啊就是一个搅家精啊。阿武啊，咱们毕竟是一家人，虽说当年你做出了那等有辱门风的丑事儿，家里迫不得已把你给逐出了家门，但这些年你二哥呀还是很挂念你的。如今你膝下无子，二嫂跟你二哥真的是于心不忍，想着让欢儿过来多陪陪你，也可以让他在你的近前尽孝。可二嫂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如此的折辱他。你如果不喜欢，你可以直说嘛，我让他往后不要来了就是了。你伙同外人来欺负他，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梁二夫人说的是，梁四小姐在我这儿受了委屈，确实是我这个主人的疏忽。既然待得不愉快，往后梁四小姐就不要来了吧。况且本夫人也没有强人所难的习惯，她本来就不想让梁欢来，还不是这些个人看这么多年皇上也没有降责自己，再加上玉墨之回来并没有对付自己，这些个人呢又开始想要压榨自己了。在门外听墙角的君妻，没想到那个说话温温柔柔，看起来也没什么脾气的玉夫人居然能够这么高。哼，梁武，这就是你对待二嫂的态度吗？我看你离开家的这些年，你的规矩都忘到狗肚子里去了。梁二夫人怕是忘了，本夫人早就被逐出了家门，我现在只是成哥的夫人，与梁家已无半点关系。打起来，打起来，快打起来啊！站在门外的君妻在心里面摇旗呐喊，这家伙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货头子，恨不能别人家里面天天鸡犬不宁才好。你二弟妹，你快消消气，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阿武啊，你也是的，何必说这些奇话戳我们的心窝子呢？当年安定公主过世不久，你就闹着和离跟玉成在一起，且不说万岁爷的怒火咱们承受不起，就说你这举动让别人怎么看咱们梁家呀？咱们梁家这么一大家子人，总不能跟着你一起疯吧？阿武，你也要体谅咱们的不易呀。这么多年，咱们虽然联系少，但爹娘和你大哥二哥可没少为你担心呢。好在啊，现在都过去了，一家子哪有隔夜仇啊？你也要放下过去，爹娘和你大哥二哥可都盼着你回去呢。再说了，你就算不顾及爹娘，也该为你自己以后想想啊。等往后你年纪大了，没个子嗣在身边傍身，有我们这些亲人在，你也能有个依靠不是？二位梁夫人莫不是忘了当年我是怎么离开梁家的了？梁大夫人跟梁二夫人同时是脸色一僵，同时呢他们又露出了些许懊悔之色。早知道会用到这个小姑子，当年他们就不要做的那么绝了嘛。当年玉成和安定公主成婚，他们为了讨好安定公主，逼着她嫁给了一个30多岁的官夫。那男的官职不高，还喜欢寻花问柳。他们都知道梁吴嫁过去那肯定是要受罪的，可是呢他们用亲情绑架梁吴，逼着她嫁了。后来她果然是过得不好，但他们梁家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婆家受苦。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讨好安定公主，可是没有想到安定公主知道之后，不仅是当众斥责他们梁家无情无义，是市侩之徒，而且呢还给梁吴撑腰，教训了那个男人，让梁吴在婆家好过了很多。阿吴啊，血浓于水，血脉亲情不可断，
即便我们当年做的有些不对，但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二位梁夫人还是直接说来意吧。阿武啊，我们听欢儿说，莫王爷在你这里用了午膳。那这么说，莫王爷承认了你的身份了？梁二夫人想多了，只是因为莫王的准王妃在这里休息，莫王才驾临这里陪同她一起用膳。那也是莫王爷愿意才来的呀。依我看啊，莫王爷肯定也是想缓和跟你们之间的关系。阿武啊，按理说莫王爷也算是你的继子了，他的事儿你也得上上心不是？梁大夫人以为我一个没养过莫王爷一天的人，能插手被皇上视若己出的他的事务？话不能这么说呀，莫王毕竟是妹夫唯一的子嗣，你关心一下也是为妹夫分忧了不是？莫王爷干的都是大事，我一个内宅夫人可插不上手，政务你当然过问不了了，但莫王爷的终身大事你肯定要把关呢。他生母早逝，妹夫一大男人也不懂这些，可不就得你操心这些吗？莫王爷的王妃万岁爷已经给定下了，没什么好操心的。阿武，你可不能糊涂啊！大嫂听欢儿说，你对那位曲阳侯府的大小姐卑躬屈膝的颇为讨好，且不说她还没过门呢，就是她真成了莫王妃，也没有让你这个母亲讨好巴结的道理呀。哎呀，这外人就是不如自己人，这若换了我们梁家的女儿，亲上加亲不说，对你这个亲姑妈兼婆母也只有敬着的份儿啊。我们还听说那位何大小姐是个嚣张跋扈无法无天的，对待亲生的爹娘都毫不客气呀。这将来你要是做了她的婆母，还不得被她欺负死啊？哎，咱能不能不扯上别人呢？君妻就觉得吧，跟玉夫人还挺合得来的，她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度的人，玉夫人又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他们将来应该不存在狗血的婆媳问题。不对，打住，她怎么就想到这上头来了？她跟玉墨之根本就不会成亲的好不好？这就不劳二位梁夫人操心了。本夫人觉得何大小姐很好相处，而且他们的婚事是万岁爷定下的，二位梁夫人若有意见，尽可去跟万岁爷提。你们觉得不好，你们自个儿跟万岁爷说去，别来找他呀。阿武啊，大嫂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妹夫说说，让他赐给莫王爷1-2个侧妃姨娘，好给他们玉家开枝散叶呀。夫君从不管莫王爷的事，二位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梁武，我们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将来梁家的女儿得了宠，你跟莫王爷的关系也能够改善嘛。还有啊，当年因为你入驸马府，害得妹夫父子分离，这些年你又没为妹夫生下一儿半女的，难道你就不为了妹夫的未来给考虑吗？说是我们的家事，就不劳二位梁夫人操心了。你真是冥顽不灵。本夫人有些乏了，既然没别的事，二位梁夫人请便吧。送客，有你后悔的时候。大嫂也不多说了，你好好想想吧。梁二夫人走到了门口，旁边突然伸出了一只脚，梁二夫人不察，扑通一下就摔趴到地上，头还磕到地上，疼得她是哎呦直叫唤。梁大夫人连忙去扶她，结果君妻又发坏的绊了她一下，梁大夫人直接就趴在了梁二夫人的身上。玉夫人出来查看，见到地上狼狈不堪的二人，她不太自然的撇过了头去。不能笑啊，不能笑，憋住了啊，不然的话就太过失礼了。哪个杀千刀的暗害本夫人呢？哎呦，给我站出来！别吵吵了，跟个下蛋的老母鸡似的，吵得人头疼。姑奶奶我办的，你能怎么的？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何君妻敢在背后说姑奶奶的坏话，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想往莫大王爷身边塞人啊？你们这是不把姑奶奶放在眼里吗？姑奶奶就在这儿，今儿你们要是不给我个交代，咱们就到皇上那里去理论理论。梁大夫人跟梁二夫人僵了片刻，互相看了看，然后就动作麻利的灰溜溜的逃走了。等着大战300回合的君妻无辜的朝着玉夫人眨了眨眼，似乎是在询问，原来那俩女的这么怂啊。玉夫人见她没有吵到架，失望的表情，真心是忍不住的笑出了声来。玉夫人你这也太惨了，家里人不拿你当人就算了，现在还想扒着你吸血，找了个男人吧，还是个陈世美，转头就把跟你的誓言抛诸脑后，娶了公主。公主过去，他又撺掇你和离，一天天的净害你了，连累你嫁个混蛋被家族抛弃不说，关键是他还带了个位高权重的拖油瓶，你这个继母当的是打也打不得，说也说不得，时不时的还要给你个下马威。这种二手男人也不知道你图他什么，这要是搁本姑娘身上，敢祸害本姑娘，非把他打的爹娘都不认识不可。什么人呢？害了别人不说，还把人骗走，什么好处他都占了，他
他咋不上天呢？哎呀，好家伙啊！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惨啊！其实，莫王爷是个很不错的人。安定公主故去不久，她就进了门。别说是皇亲国戚了，就算是一般的人家，那也忍不了啊。可是权势滔天的玉墨之，却从来没有找过自己的麻烦，也没有为难过自己。哎呦妈呀，玉夫人啊，你是不是对不错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呀？什么时候不欺负别人就是人不错了？玉夫人，你想法挺奇葩的呀。咱俩到底谁奇葩呀？玉夫人发现，这位何大小姐的思想跟正常人她不太一样啊。儿子残暴，爹阴险，那父子俩没一个好东西。玉夫人，你可不能向黑恶势力妥协呀！走到玉墨之身后的玉成，听到君妻那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动之言，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玩意儿娶回去，那肯定得是一个绞家精啊！让你考虑换个夫人怎么样？那还是算了。你们来了，正好。玉夫人正在跟我抱怨你们父子俩不是东西，都不拿他当回事儿呢。玉成和玉夫人都无语了，这指定是绞家精无疑啊！习惯了君妻胡咧咧的玉墨之倒没什么感觉，从这丫头的嘴里面说出来10句话，能有1句正经的就不错了。君妻到莫王府的库房里面去淘宝，路遇无所事事的何少康，他觉得不能再让他这么闲下去了。可他能干点什么呢？从商？脑子不行。从军？功夫不行，战场上刀剑无眼，就他这样的，还不上去就挂了。进官场，还是别让他祸害黎民百姓了。哎，买块地让他当个闲散地主呢，容易被骗啊，什么都不行，咋整啊？君妻挠挠头，心烦的要命，要不然还是给他找个有能耐的老婆养他。可是哪个有能力的女人能够看得上他这么一个草包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君妻就好像那担忧孩子的老母亲一样，为何少康的将来发着愁。妹妹，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你还有脸问？少爷，今日天气凉，少爷可要当心。没事儿，本少爷身体棒得很，倒是你记得回去多加件衣服。你瞧瞧你，手都凉了。奴婢没事，奴婢回去再加衣服。少爷这男子的衣物披在奴婢身上，让人看了岂不笑话？那你快回去穿件衣服，你要是受了凉，谁伺候本少爷啊？好，奴婢这就去。看着他们俩的互动，君妻不自觉地夹紧了眉头。四哥，你是不是喜欢廉贞啊？这位大少爷什么时候这么的会关心人了？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廉贞是四哥的人，四哥关心一下他不是很正常吗？看他这么一副此地无银300两的表情，君妻是满头的黑线。你自己寄人篱下的，连自己都养不活呢，你居然还有心思跟别人搞对象？搞对象就算了，你找个间谍是几个意思啊？四哥，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四哥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想过，毕竟他不能在妹妹的庇佑之下，在莫王府白吃白喝一辈子呀。只不过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够干什么。君妻想了想，还是决定用廉贞来刺激一下何少康，说不定他就此就知道发愤图强了呢，顺便也把廉贞给收拾了。四哥，要不我问问莫大王爷，让他给你安排个事儿做。何少康现在也是六神无主，自然是妹妹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何少康被安排了一个跑腿的活，玉墨之有什么吩咐，他就去送个信啊，传个消息什么的。这种消息都很杂，有的时候呢是递个信，有的时候呢是接封信。不过你还别说，何少康干的还挺带劲儿的呢。主要是这活吧，他不用动脑子，也没什么危险，有事可做。何少康也能够从中找到一点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方向。近日，玉墨之去练兵场巡视的时候遇到了埋伏。玉墨之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京城再一次掀起了波澜。四哥，你这是咋了？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黑灯瞎火的地方过来吓唬谁呢？妹妹，都是四哥的错，莫王才会变成这样。妹妹，你打死我吧！那什么，四哥，你别太自责了，到最后该你的责任你也跑不了。要不你先把后事安排一下。何少康还真就听了君妻的话，去安排后事了。因为他传信的时候粗心大意，把密报给丢了都不知道，导致了莫王爷遇刺。无论玉墨之最后是死是活，他都逃不了责任。所以何少康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了。他回了院子，坐在屋子里面想啊想啊，廉贞拿着个匣子，面色复杂的看着眼前这个慢慢成长的大男孩。这个人变得越发的有担当了，可自己却不是那个能够陪他走下去的人。廉贞的心里有微微的刺痛感，眼前这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自
自己，并且为自己考虑了将来，这是连真第一次感受到别人对他全心全意的付出。可惜这个傻子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是自己故意拦截了他的信，让那封有埋伏的信迟了一步出现在莫王的书桌上。妹妹，四哥一走就剩连真一个人了，你能不能替四哥照顾一下他呀？君妻简直不可思议的就看着这个二傻子，那目光仿佛在看一个神经病一样。你确定你是我亲哥？有这么坑妹妹的吗？就算这家伙不知道连真是个间谍，情有可原，但他可是妹妹呀，比他还小呢。就算是要照顾，那也应该是连真来照顾他好吧？妹妹，你不是比他强吗？君妻一噎，得明白了，心上人是真爱，他就只是个意外。君妻深吸了一口气，压了压心里的火气。这家伙也是一个可怜人，被人骗财骗色不说，还被骗了心。自己身为妹妹，就不要跟这么一个250斤斤计较了。莫王府大门紧闭，府中气氛紧张，府外也是各方涌动。玉墨之的院子重兵把守，连送饭的都进不去。半个月之后，边关突然就传来外敌入侵的消息，整个大越都炸开锅了。渊正帝老神在在的指了一个武将前去迎敌，等那个武将到了边关，见到营帐之中那个英挺的身影时，顿时就傻了眼。不是说莫王中了埋伏，在莫王府中生死未卜吗？眼前这个又是谁啊？好在武将的脑子也不慢，立刻就反应过来，这乃是莫王诱敌的一个圈套。王爷，咱们何时出城迎敌？那个被渊正帝派来的武将百思不得其解，可他都已经来了这么多天了，玉墨之是一点的动静都没有，这让他心焦得很呢。西绕的人很快就会退了。果然又过了5、6日，那些个敌军突然就撤退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武将在收到大越一连拿下西绕30多个城池的消息时都惊呆了好吗？娘哎，这男人是妖孽吧？在大家以为他要死的时候，他秘密出现在了边关。在敌人把大部分的兵力用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牵制着这些人，让人直奔敌人的老巢。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攻下30几个城池啊？还不是因为那些个城池兵力弱又毫无准备啊。等跑到大越过来攻城略地的西绕的兵将回去的时候，那估计黄花菜都凉了。玉墨之不仅给敌人来了一出引蛇出洞，声东击西，他还兵分2路，给这些个撤退的敌兵在退路上设下了各种的埋伏。等到这些人退到他们地盘的时候，那真的是损兵折将，惨不忍睹。自古打仗那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再说这场战事也是西绕人自己挑起的，没办法，不占理又干不过大越的西绕，那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写下了降书，送来了人质，玉墨之这才收兵。等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仗落下了帷幕之后，玉墨之之名再一次的响彻各国。莫大王你回来了，听说你这次还为大越开疆扩土，弄了不少的东西和城池。话说回来，这里边也有本姑娘的功劳吧？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啊？你放心，我这个人不贪，功劳都归你，我只要东西。听着这熟悉的叨叨，玉墨之缓缓地勾起了唇角。原来啊，这就是他归心似箭的原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上了他，但他现在非常的确定，他不能够失去他。我靠！君妻睁大了眼睛，看着玉墨之那因为笑而更为耀眼的容颜。你这是受啥刺激了？难道是因为打了胜仗高兴呢？看样子也不像啊，这春心荡漾的模样，倒像是去勾搭妹子的狐狸精。男人啊男人，你长这样真的好勾人的是吧？挺，君妻，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一副臭皮囊而已，10几20年以后，他就变成了秃头啤酒肚的油腻大叔，而你的魂依然是个美丽的小仙女，所以你千万不能为眼前的美色所迷。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之后，君妻那有一些微微跳动的心脏果然就恢复了正常。妹妹，你告诉四哥，连真不是仙系对不对？一定是哪个环节弄错了对不对？他那么好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西绕奸细？看着他那仓皇无助的样子，君妻有一些于心不忍，但是有些事儿他必须得面对。何少康几乎都有一些认不出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女人，就是那个一直温柔小意的连真了。何少康不管不顾地扑上去，他想把绑在连真胳膊上的铁链给弄开，可是他弄了半晌，自己的手都破了皮了，可是铁链却纹丝没动。他眼中含泪，着急地寻找着能够把铁链给弄开的东西。连真看着他这副样子，无论怎么折磨都没有落过一滴泪的他，从眼眶之中滑下了一滴晶莹。来人，把他放下来！这感人的场面
真是辣眼睛。侍卫把廉贞从刑架上给放下来，何少康赶忙上前把他给揽在了怀里。不知该怎么救他的何少康只能抱着他哭泣。廉贞费力地抬起手抚上他的脸颊，无声的安慰。这个男人呢，明知道自己骗了他，他还想着救自己，真是个傻瓜。哎呀，过了这个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把那个250甩出去了。如果何少康再因为这事儿从此不碰感情了，那岂不是要赖他一辈子？想想君妻就觉得浑身发抖，绝对不行，他才不要管那个250一辈子呢。哎，快想想，还有谁能接受这个麻烦？君妻觉得除了廉贞这个眼瞎的，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心看上这个250了。其实他们还是有转圜的余地的。快说，怎么转圜？难道这鸭子比他聪明了？廉贞其实并不是西绕人，她是大越边关一户农家的女儿，只不过呢，因为战乱被西绕人给掳去了。后来她被训练成了西绕的细作，返回大越帮西绕卖命。我靠，好狗血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他就早把他给拉到自个儿的阵营来，也省了这么多的波折。我怎么知道你瞒着我，利用他在外面搞这么大的动作？这家伙还好意思说，提都没跟我提廉贞，我能说什么？还是严君有先见之明啊！一会儿不看着他就搞事儿，还总搞大事儿。得亏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发展，不然啊，天下大乱跑不了。君妻有一些心虚，他就是想要收拾廉贞，那谁能想到玉墨之趁机整这么大的动作呀？他也很冤的好不好？想要证明廉贞是一个大越人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廉贞相信。为此，君妻还专门为廉贞卜了一卦，卦象显示廉贞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哥哥，而他的父母皆是在他3、4岁被掳的时候，因为保护他被西绕的人给杀害了。当时他的哥哥因为在树林里面玩耍而躲过了一劫，后来他哥哥为了报仇就投奔了西北军，现在在西北军里也算是一个小头目了。君妻都要哭了呀，要不要这么一波3折呀？他就是想给何少康找一个免费的保姆，这怎么就这么难呢？廉贞如果知道自己为杀害父母的仇人卖命这么多，那会不会疯了？事实证明，廉贞面对亲哥哥跟那些证据他没疯，但是呢，就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他消失了。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浑身是血的倒在了莫王府的门口，君妻也没问什么呀？看样子那肯定是去报仇了呗。廉贞回来之后，何少康跟他的哥哥2个大男人就围着他团团转，那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模样，君妻都酸的不行。瞧瞧人家那哥啊，当得多称职啊，再看看他那哥，完全都忘了他还有一个妹妹了。但是吧，这不管怎么说呀，何少康这个麻烦那应该是有着落了。廉贞这么狠，肯定能够护住何少康这个草包，这样的话他也算是跟原主有一个交代了。何少康有了着落，君妻就想着好久没有何慧莹的消息了，那是时候给他的生活来上一点色彩。何慧莹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这六皇子如此的执着于他，那只是因为明悟方丈曾经断言他命格贵不可言。要知道明悟方丈的真言那从来不曾出过错，既然明悟方丈说过他的命格极贵，那是不是说明他就会成为大越最尊贵的女人？带着这样忐忑激动又期待的心情，何慧莹坐上了马车，一路赶到了福光寺去找明悟方丈求证。女施主是曲阳侯府小姐，正是妾身。何慧莹已经嫁了人，自然是不能再用闺阁女子的自称，但她又不想让妾室的身份招来明悟方丈的厌恶，于是通报的时候就报了曲阳侯府小姐的身份。女施主有何事求见老衲？妾身听人言，明悟大师曾断言过妾身的命格，不知是否属实。老衲并未见过女施主，又怎能断言女施主的命格呢？明悟方丈一句话就让何慧莹煞白了脸色。大师您再想想，是不是您记错了？老衲确实给曲阳侯府一位小姐看过命数，想来是别人弄差了。敢问大师，那位小姐可是姓何，名君妻？正是。那她的命格是极贵。明悟的声音如同实锤一般，打碎了他最后的奢望。不知大师能不能为妾身批命？老衲只算有缘人，这便是拒绝了呀。可大师不是见妾身了吗？那是因为门下弟子通报的是曲阳侯府小姐，也就是说他以为他是君妻才见的他，一切都是误会。何慧莹失魂落魄的出了福光寺，来的时候有多么的高兴，走的时候就会有多么的绝望。他没有贵命，也就是说萧锦业是弄错了才娶的他。如果萧锦业知道娶错了人，那他想到这里，一股子凉气从脚底直冲心口。不行，他不能够让萧锦业知道君妻才是他要的人。可怎么样才能够保住这个秘密呢？沉思了一会儿，何慧莹的眼中闪过了一道杀意，而坐在禅房里的明悟方丈低叹一声，那女子果然如同君妻所说的那样，贪婪、心恶，身负孽债，前世债，
今生长，老天自有因果，指望这世上少些冤孽吧。妹妹，干啥？你撒欢啊？不是妹妹，你看这是什么？这东西你哪来的？君妻眉头皱起，看着盒子里的极品血玉。我说了，妹妹，你可不能生气啊！我不生气，有问题打你一顿就好了，干嘛要折磨自己？是慧莹给的。说吧，他让你干什么？他说他知道以前是他错了，想求你原谅，也想跟你冰释前嫌。所以你就相信了？相信什么？相信他真的是想跟我缓和关系？君妻对于这个迟钝的家伙也是放弃了，傻病他治不了。他那个人从小就心眼多，三位兄长有能耐，他就亲近他们，不搭理我。我想着他可能是觉得你现在是准木王妃了，也想从你身上得利吧。以何少康这脑子，能想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四嫂，君妻喊着远处路过的廉贞，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亲呢，但是他得先把人给套住了，不然他跑了的话，他四哥这个250没人要了怎么办呢？我四哥被何慧莹诓着给我带了个东西，四嫂，你还是带他去控控脑子里的水吧。廉贞看了眼盒子里的血玉，又瞅了瞅一脸迷茫的何少康，伸手掐住何少康的耳朵，就把他给拽走了。哎呦，疼！廉贞，你这是怎么了？以前那个温柔小意、知冷知热的女子去哪了？为什么她变得如此暴力？看着远去的二人，君妻的心情又好了起来。这果然呐，还是把何少康交给别人管得好。你是说何慧莹要害我妹妹？我问你，何慧莹是什么脾性？跟曲阳侯府你爹娘和三位兄长一样，自私自利又阴狠恶毒。她要真有点良心，当初你屡次遭难，甚至被曲阳侯命人毒杀，她也不会装聋作哑。现在你妹妹曲阳侯府大小姐的身份以前可是她的，对于犯触到她利益的人，你以为她能容得下？更何况你妹妹还3番5次的给了她那么大的羞辱，别说是她了，搁你身上，你会跟这么羞辱你的人和解？冰释前嫌这种话，也就你个傻子会信。我告诉你，他就是想利用你对付你妹妹而已。你妹妹要真出点什么事儿，他都没见过你妹妹，责任自然全在你身上。你可不能着了他的道，害了你妹妹还把自己搭进去。好。何少康愣愣的点头，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何少康还有点回不过神来呢。怎么，看到我的真面目，你讨厌了？怎么会？我是觉得你变得好厉害，怕你嫌弃我。毕竟他也太废了呀。那你得好好表现啊，不然我就不要你了。好，我往后都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对不会让你不高兴。廉贞被他这郑重其事的表情给取悦了，咯咯笑起来。这个傻子，他可是要定了。何慧莹等啊等，他并没有等来君妻身亡的消息，倒是等来了半瘫的李姨娘。要说何慧莹这个亲娘在宋家的日子，那可是真不好过呀。尤其是君妻被下了赐婚的圣旨之后，本来宋家留着她呢，是想要看看她还有没有价值。可是她现在不仅没有价值，还因为君妻一跃成为了准木王妃，而成为了宋家的拖累。宋家就想着要悄无声息的让他病逝，可君妻不干呢。李姨娘虐待了原主这么多年，那可是原主最大的仇人，他怎么能让李姨娘就这么死了呢？所以李姨娘在宋家除了生活惨了一点，生命那还是有保障的。现在君妻要对付何慧莹，他又果断的把李姨娘给拎了出来。亲母女嘛，那当然是要有福同享了。君妻带着穆王府的侍卫风风火火的闯到宋家，就把李姨娘给带走了。少了这个肉中刺，宋家高兴都来不及，又怎么可能会阻拦呢？君妻带着人直接就把李姨娘给丢到了六皇子府的门前，并且言明李姨娘现在是无家可归，何慧莹这个亲闺女理当伺候她。李姨娘那可是何慧莹的耻辱，何慧莹恨不能亲自解决了她，又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伺候她呢？可是这不愿意那也得愿意，因为君妻每天派人会过来看看她有没有好好的伺候她的亲娘。何慧莹恨君妻，也恨李姨娘，恨她为什么要拖累自己，也恨她当初为什么就不杀了君妻。君妻她摸不着，李姨娘就变成了她发泄的对象。于是这表面上看着锦衣玉食的李姨娘，每天却在没有人的时候遭受着来自亲女儿的无尽羞辱和谩骂，以及针扎等等的各种折磨。刚刚折磨完了李姨娘撒了气的何慧莹，回到屋子里就看到了桌子上的小盒子，里面果然就是她托何少康送给君妻的那块血玉。怎么办呢？君妻发现他给血玉下药的事了，他要怎么对付自己啊？他现在可是准木王妃，对付自己是手到擒来，他为什么没有动作呢？对，他一定是想要折磨自己，就像把李姨娘给送来一样。君妻他一定是想要看自己受尽折磨，然后再杀了自己。夫人，宋老夫人求见。把宋老夫人请进来，参见外祖母。哎呦，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啊？怎么眼睛这么红啊？是不是有人欺负我的宝贝外孙女儿？
快跟外祖母说说，外祖母给你出气。没什么，外祖母怎么来了？我听说那个孽障把李姨娘送到你这儿来了，我不放心，就特意过来看看你。外祖母，慧英真的很害怕，姐姐和大小姐她怎么了？你快告诉外祖母，外祖母给你做主。何慧莹在宋老夫人的面前从来都是端庄又大方，她从来没有见过何慧莹这般委屈慌张的模样，顿时心疼不已。外祖母，原来他早就勾搭上了莫王爷。当初六皇子本来是要娶慧莹为妃的，是他让莫王爷求了皇上，慧莹才会在大婚当日被贬为妾室。可他还是不肯放过慧莹，三番五次的羞辱于我。本来慧莹也认命了，谁让我从小占了他的位置，他恨我也是应该的。可慧莹刚得知，原来不止母亲和二哥是被他害的，三哥双手被砍也是他所为。你说的可是真的？他那日来送李姨娘时亲口对慧莹说，既然曲阳侯府的人都不向着他，那他就毁了曲阳侯府所有人。外祖母，你想想，自从他回了曲阳侯府，曲阳侯府发生了多少事？他已经毁了母亲和二哥三哥了，我真的很怕他把父亲和大哥也毁了。还有宋家，他在宋家受了那么多年的虐待，真的会放过宋家吗？何慧莹越说，宋老夫人的脸色就越难看，因为她想到了曾经君妻大闹宋家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君妻是真狠，若是没有恨，她又怎么可能会下那样的死手？外祖母，您别担心，慧莹就是拼着这条命不要，也会阻止他的。慧莹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咱们再想想办法，肯定会有办法对付他的呀。没办法的，外祖母，他如今攀上莫王，咱们哪是他的对手？就是靠近他我们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对付他了。如今也就四哥跟他关系好，若是四哥能跟我们一条心就好了。何慧莹有意无意的提醒，让宋老夫人脑中灵光一闪，既然这少康跟他的关系好，咱们若是把少康给拿捏住了呢？四哥不会听我们的，外祖母您就不要费神了。何慧莹装作听不懂，哼，谁说咱们要他听话了？宋老夫人还高深莫测的装了一把。七姑娘，宋家派人来叫走了少康，我有些担心。什么时候的事儿？晌午。连真的眉头从何少康走了之后就没有舒展开过。来人说宋老夫人病重，想见见少康。没事儿，他们无非就是拿他来威胁我，你放心，他还有用，绝对死不了。连真一噎，抱歉啊，他更担心了，怎么办呢？王妃，有人给您送来一封信。君妻挑眉，把信送来莫王府，而不是曲阳侯府，看来对方很了解他的动向。自从君妻跟莫王府上下混熟了之后，他就不乐意回曲阳侯府了，甚至有的时候呢，他还住在这儿。现在他又是准莫王妃了，住在这儿那更加是名正言顺。君妻打开了信，上面寥寥几句，君妻也并不意外，他把信递给了连真。连真看着上面的内容，脸色发黑，上面无非就是说一些个让君妻乖乖听话的话，还说了明天一早让君妻到宋家给宋老夫人磕头谢罪的。如果君妻不做，何少康就不知道会受什么样的罪了。那个傻子！连真是又气何少康的傻，又担忧他的安危，怕他受罪。哎呀，那什么，我四哥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了。宋家那老太婆怎么也是他外祖母，他也没想到那老太婆会坑他不是。这个接盘侠可不能被何少康给蠢跑了。现在怎么办啊？别担心，有我呢。咱们先吃饱喝足休息休息，等晚上再说。以君妻的猜测，宋家那老爷子是一个精明的，应该不会干这样的蠢事。这事儿八成是宋家那个老太婆整出来，所以何少康应该也不会在宋家找到何少康不难。但是那个老太婆那么大岁数，折腾一回也不容易，让他太失望了，自己也是于心不忍，还是送他一点礼，让他高兴高兴吧。要不然再给他点教训，省得他再跟个傻孩子似的，谁叫就跟谁走。听你的。害他担心了这么久，这傻子确实需要一点教训。两个人做出了决定，然后君妻翻窗进入，在何少康还没有看清楚他模样的时候，君妻就一巴掌把他给拍晕了。两个人拖着他来到了一处荒山野岭，何少康悠悠的转醒，看到周围乌漆麻黑的，他有一些蒙圈。本来平静的深夜突然就刮起了一阵妖风，周围树枝跟着摇晃。何少康赶忙从地上爬起来，辨不清方向的他只能是两腿打颤的朝着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走。何少康，谁？何少康给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我是这山间的精怪，有人把你献给了我，现在我要吃了你。
不要吃我，我的肉又柴又涩，特别难吃。没关系，我不嫌弃，我好久都没吃到人肉了，滋味我都忘了呢。何少康拔腿就想跑，躲在暗处的廉贞就见军七也不知道打哪儿扯出了一个面具戴到了脸上，然后就飞身跳了出去。廉贞都无语了，不是你这作案工具都随身携带是几个意思啊？看到一个脚不沾地的怪物飞过来，何少康都快要尿裤子了，他慌不择路的就往前跑，结果被一块石头给绊倒，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军七落到他的旁边，拿掉脸上的面具踢了踢他，见他没什么动静，真没用。廉贞走过来检查了一下，确定何少康只是晕了过去，他上手准备把何少康给弄醒。哎呀，甭管他，让他在这里吸收一下日月精华，提升自己的智商。咱们走。军七转身就走，廉贞看了看何少康，也跟上了军七的步伐。他妹妹肯定不会害他，还是让他多吸收一会儿日月精华吧。转天一大早，何少康披头散发，跟个疯子似的就回到了莫王府。守门的侍卫差点都没认出他来。